一场盛大的揭牌仪式正在进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瞎子岛，幕布揭开，中俄两国代表相互致意。这一刻，中俄两国长达4300公里的边境线终于敲，而这一切与俄罗斯领袖普京密切相关。一场鸦片战争叩开了大清的国门，引来了无数虎视眈眈的敌人。在遥远的北方，俄国不动声色的蛰伏隐藏，等待着给大清致命一击。抢夺领土是俄国最核心的目标。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俄国的侵略计划便缓缓拉开了帷幕。趁着清政府实力削弱，俄国盯上了东北与西北。此前，中俄曾签订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但是，贪婪的欲望侵蚀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公然违背条约，直接在1850年悍然出兵。随后，东北便迎来了一场漫长的噩梦。黑龙江率先遭压，俄国人不顾清政府的持续抗议，在黑龙江沿岸大肆屯兵，不仅设置岗哨，还组织了一场蓄谋已久的移民活动，甚至以庙街为中心，企图直接割据，建立了滨海省。武力侵占还不够，俄国还试图以外交欺诈的手段诓骗清政府签订割地条款。尽管清政府奋力反抗，但依旧以失败告终。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再次遭到破坏。然而，噩梦并未就此结束。1858年，黑龙江大片土地已经处于俄国的控制下，恰逢此时英法联军入侵，大沽沦陷。于是，俄国趁火打劫，拿出早已拟定好的协议，竟然威胁清政府割让多达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知道，这一块土地的面积差不多与法国相当。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距离北京只有800公里。只不过在那时，羸弱的清政府没有任何选择的资格，唯有屈服。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俄国假惺惺地从中调停，实际上是想坐收渔翁之利。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俄国赚得盆满钵满，竟然成为了这场战争实际上的最大受益者。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仅俄国此前的侵略得到了清政府的官方认可，就连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也被俄国强行占领。1864年，双方派出代表勘定西北边界，名义上是协商，实际上是俄国明晃晃的威胁。最终，清政府再度退让。通过这几份协议，俄国在近代一共侵占了中国将近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堪称骇人听闻。沙俄覆灭后，中俄领土争端也没有停止，而是绵延到了21世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了不寻常的决定。普京的决定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归还领土，向中国表明善意。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实际上着实难得。纵然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遭受猛烈批判，被埋进了历史的灰烬里，但是殖民主义所留下的边界纠纷却始终令人如鲠在喉。就像中印之间，印度至今仍妄图拿着英国殖民者非法虚构的麦克马红线挑战中国的底线。建国以后，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得到解决。普京执政后采取了大动作，准备循序渐进地归还我国领土。仔细算来，足足有4次。普京归还中国的第一片领土位于西伯利亚南线，这片地方虽然不大，仅仅有9平方公里，却彰显了普京解决问题的态度。面对长久以来的争议，普京选择直面历史，还原真相，将原本属于中国的东西原原本本送还到中国手中。这是普京的诚意，也为中俄的密切交往埋下了伏笔。随后，普京又将目光转向了珲春与哈桑地区，先后归还了5平方公里与10平方公里的土地。随着俄罗斯诚意的展现，中俄关系持续升温，在2008年进入了蜜月期。趁着大好时机，普京毅然决定将一半的黑瞎子岛还给中国。从此之后，这个位于东北地区的关键岛屿便由中俄两国共同治理。这一举动在中俄交往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也令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土分界进一步明晰。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普京为何要这么做？难道真的是他高风亮节，不愿意占中国的便宜？其实，普京之所以多次归还中国领土，与个人品行关系不大，说来说去，依旧绕不开利益二字。换言之，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始终是普京的出发点。而将领土依次归还中国，从表面上来看，吃亏的是俄罗斯，可实际上这一举动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利益主要可以分为3个层面。第一，俄罗斯能够借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共同抵御危机。尽管中俄在近代曾有过不少摩擦，但是两国也曾有过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辉岁月。这种爱恨纠缠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毕竟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两国是邻居。就国际局势而言，中俄都是美国的眼中钉。在此背景下，中俄的关系势必非同一般。近年来，美国步步紧逼，依旧将俄罗斯视为头号竞争对手。但是，俄罗斯内部存在着各种问题，国家产业结构不均衡，人口流失严重，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尖锐。这样的俄罗斯难以与美国抗衡，
抵挡未知的狂风骤雨。与举步维艰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发展势头强劲，可谓是一路改革，屡次创下经济增速的奇迹。更重要的是，美国忌惮中国，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拥有全球最广阔的市场，中美经济联系密切，难以分割。一旦中国市场出现波动，美国也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也在加速转型升级，不知不觉间已经掌控了多条产业链，拥有了话语权，站在行业上游。因此，普京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想要自保，就必须和中国搞好关系。一方面，中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能够形成一股与美国抗衡的力量，防止美国干涉亚洲事务。另一方面，中国还能注意俄罗斯经济起飞，加强两国的双边贸易合作，对俄罗斯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既然想和中国搞好关系，那俄国就得拿出诚意，归还领土的确是示好的最佳方式。第二，普京的这一举动同样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为俄罗斯树立正面形象。要知道，虽然苏联解体，俄罗斯地位跌落，发展遇到了瓶颈，但是普京心中依旧怀有一个大国梦，他希望能够在执政期间助力俄罗斯复兴，让俄罗斯成为真正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闪耀。良好的信誉与口碑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普京归还中国领土，不仅是在向中国表态，也是在向全世界彰显俄罗斯的姿态。第三，归还领土后，这些土地反而能够为俄罗斯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要知道，碍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限制，就算土地在俄罗斯手中，往往也无法发挥出效果。如此一来，俄罗斯便相当尴尬，既有恶人的名声，又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怎么看这都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普京归还土地后，格局却一瞬间打开。以黑瞎子岛为例，归还岛屿前，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开发相当不彻底，就连最基础的交通建设也没有落实到位。可是黑瞎子岛回到中国后，中国立刻建设了多条高速公路，并将乌苏大桥连接上了岛屿，岛屿气象焕然一新，俄罗斯自然也能从中沾光。俄罗斯立刻提出希望能够将黑瞎子岛建设成一个边境口岸，运输中俄的贸易货物。这一提议也得到了中方的迅速认可。在中国的带动下，黑瞎子岛的贸易事业立刻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不仅如此，黑瞎子岛也成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迎来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背靠大树好乘凉，在某些领域，中国就是那棵值得被依赖的大树。由此可见，普京4次归还领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中俄摒弃前嫌，携手合作，未来中俄或许还将带来更多惊喜，创造更多机遇。朝鲜不需要改革开放，朝鲜要走的就是独立自主路线。冷战结束前夕，面对中国的好言相劝，朝鲜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而这也成为了朝鲜命运的转折点。如今，朝鲜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会认为这与美西方封锁密不可分，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实际上，如今朝鲜的命运早在其刚刚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写定了。朝鲜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穷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朝鲜也曾是与日本并驾齐驱的东亚工业强国。1970年，朝鲜宣布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电力、煤钢、水泥等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上，甚至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1975年，朝鲜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大关，而同时期的韩国仅为$597。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朝鲜会如此富裕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确定，两极格局由此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的命运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被无情改写，而这其中就包括了朝鲜。1945年8月至9月，美苏两国分别出兵从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登陆，在北纬38度线附近实现了军事割据，并以此建立起自己支持的政治力量，即朝鲜与韩国。虽然在后续爆发的朝鲜战争当中，这两个国家都曾依靠着背后大国的支持，试图建立起以自身政权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但由于双方实力的接近，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于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战争之后，朝韩两国的冲突逐渐从单纯的军事对峙转向以经济政治为主的全方位对抗。而为了帮助朝鲜赢得胜利，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随即对朝鲜开展了全力的援助，不仅提供了大量朝鲜建设工业化所急需的资金与技术，而且为了让朝鲜尽快富裕起来，苏联还在后续的京沪会体制中特别关照朝鲜，将其摆在了极为优势的地位，使得其能够在社会主义世界中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朝鲜70、80年代能够率先一步富裕起来的原因所在。
坦白来讲，依靠朝鲜自身的力量，由于资源的匮乏，其发展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在农业上最为明显。如果没有其他国家供给的化肥，朝鲜甚至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但是苏联的京沪会体制却很好地解决了朝鲜的困局。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苏联的援助才铸就了朝鲜的繁荣。基于这点，朝鲜为什么会从一个繁荣国家跌落成为穷国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苏联断供了。1991年，冷战结束，身为两极之一的苏联轰然倒塌，曾经让其引以为傲的京沪会体制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极度依赖京沪会供给的朝鲜不可避免的就遭遇了发展困局。特别是在1995年到1997年连续遭遇了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朝鲜甚至时隔近半个世纪再次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尽管朝鲜后续曾一度想要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重新回到发展正轨，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始终步履维艰。而在这个关头，1718委员会的成立又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困难。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朝鲜的发展几近锁死。2006年10月9号，朝鲜官方公开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即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于是在5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18号决议，呼吁通过制裁的形式迫使朝鲜停止核试验，放弃所有的核武器计划。而1718委员会正是为了监督171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设立的，其成员包括安理会的全体会员国。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想要进行经济发展，无非就是要具备3个条件，即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朝鲜所遭受到的制裁基本就是围绕着这3个方面所展开的。根据1718号决议的内容，所有国家被禁止向朝鲜提供一切可能有助于其提升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产品。而这个要求能够解释的范围就十分广泛了，像粮食、防寒的衣服、石油等等都可以被纳入限制的范围之中。所以到了后来，凡是能够让朝鲜赚到钱的一切项目基本上都遭遇了制裁，甚至一度连朝鲜人出国务工都被阻拦，更别提其他国家来投资朝鲜，给朝鲜提供技术支援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朝鲜显然想要不穷都极为困难。当然，这一切的制裁也并非完全不讲理，像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朝鲜还是能够获得的。但这些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海量资源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因此朝鲜基本还是处在一个饿不死也发展不起来的尴尬位置上。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联合国是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发起的制裁，那么朝鲜如果接受联合国的呼吁，是不是就能够换取发展的机会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朝核问题的实质。如果朝鲜真的有的选，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纵观这些年来朝核问题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其实始终处在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当中。就拿6年前和今天来说，在2018年，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之后几年，为了表示诚意，朝鲜便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然而，随着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换届，新上台的两国政府重启了对朝鲜制裁计划，甚至还不断通过军事演习刺激朝鲜的敏感神经。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又越发蠢蠢欲动。对此，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就在今年4月做出预测，表示朝鲜很有可能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前后重启核试验。虽然这一切目前尚未成为现实，但如果后续朝鲜还是做出这一选择，无疑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倒退。很显然，朝鲜之所以坚持发展核力量，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显然，现如今的朝核问题已经陷入到了猜疑链的陷阱当中，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朝令夕改，两党频繁的政权交替，致使美国时常出现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朝鲜是赌不起的。朝鲜半岛的关键位置注定了其将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朝鲜与美国、韩国交好的时候，往往正是美俄两国关系减缓的时间点。反过来，当美俄两国针锋相对的时候，朝鲜与韩国就会转向敌对，美国也会对朝鲜持续加码制裁。基于这个观察，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鲜半岛就是美国布局东亚的关键战略支点。当半岛出现冲突的时候，邻近俄国的远东自然也不可能安稳，进而其在欧洲方向上的战略部署就将受到影响，美国则可以在欧洲获利。而这就是朝鲜的命运，这一切是从朝鲜建国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写定了的。事实上
说1000道1万，朝鲜之所以会走向贫困的原因，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出解释，那就是苏联没了，但美国还在。拥有庞大资源力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鲜得到苏联的援助，很容易就可以繁荣起来。而当苏联解体之后，虽然俄国与朝鲜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但俄国终究比不上苏联，自顾尚且不暇，更别提去支援朝鲜的建设。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为了能够进一步在东亚扩展自己的霸权，其势必想要完全拿下朝鲜半岛。之所以没有付出行动，是因为有东方大国在旁，美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吃过瘪。于是美国就只能通过制裁的手段让朝鲜变穷，散发反动传单，让朝鲜从内部爆炸。不可否认，美国的明谋确实是十分奏效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朝鲜现在自身的发展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这已经成为了朝鲜内部最大的隐患。所以对于现在的朝鲜来说，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变心态，那么势必将错过发展的机会。